我决定暂时离开香港，陪小玉回新加坡。你刚刚接手移民，怎么可以这样离开？还有多个项目正在计划当中，需要你亲自处理。以你在电影圈的经验和专业，一切事务你都可以帮我做主。那日与夜呢？该如何处理？我们不可能无限期的停拍下去。如果你让我做主，我会马上把拍摄腰斩。这怎么可以？一定要让玫瑰把这部作品完成。玫瑰根本就不会听我的，在他心中，只认你是他老板，只会与你沟通。另外，日本东宝会派人来跟我们谈生意，好莱坞也有片商对我们的武侠片很有兴趣，还会专程来影城拜访你。如果你不在公司，公司会错失很多机会。你能不能为了公司的利益，改期晚点再走？我已经没时间了。小玉的病在一点点的恶化，她的记忆也在一点点的消失。她每天都在画同一幅画，不停地画，好像是她的记忆里缺少了一个碎片。我要帮她完成这幅画，我要带她回到画中的地方，将记忆的碎片拾回来。就算公司损失再多的生意，我都必须要带她回新加坡。我知道，你很爱你的太太。可是，身为一家公司的老板，手下有超过1000个员工在等你养活，你应该一切以公司利益为重，不能这么不负责任，一走了之啊！就算我是一国之君，我都会以家庭为重。你就是太不理智，太感情用事，才会做出那么多错误的决定。你为了玫瑰停止拍摄，浪费资源；你为了孔令杰忍受亏损，非要接手移民；而现在，你为了你太太，你就把生意置之不理，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个烂摊子。坦白地说，你也很清楚，顾太太的病根本没有办法治好。就算你对她再好，你带她回新加坡，她也不会记得这些。叶梅，不好了，小玉还有小菊，他们都失踪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啊！好，你稍等。我现在没有心情听电话。你家人的消息。小军，你怎么把自己变成这个样子？你现在涉嫌杀人，你为什么要绑架我的家人？我的太太呢？你有没有伤害她？小军，你婶婶呢？我不知道。玩你这么大意，连老婆都会不见。我以为你好爱她。哎，早知道我就连她一起绑了。好像你多要点钱。嗯。警方正在通缉你。你绑架顾军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钱跑路，我要跑路啊！钱我可以给你，但我请你不要伤害小军。文斌，我劝你，你冷静一下，不要一错再错。你闭嘴！我有今天都是你害的，不是你，不是你勾引我老婆，破坏我的婚姻，害我情绪失控，搞砸我整个人生，还要人骗我投资。我现在整个人生都毁了，都怪你！你有没有想过，
你这可能是个报应。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骗你大哥的钱吗？不要再做坏事了。我劝你改邪归正，回头是岸。别废话，快把钱交给我！快给我钱！文斌，不要逼我再杀人！四叔，文斌，洪文斌，快把刀放下，已经被包围了。我劝你快把刀放下，马上弃血投降才是你唯一的选择。我不要坐牢，我要和他同归于尽！住手！小玉迷路了，幸亏有路人把她送回来。医生说，小玉的身体机能已经开始退化，会变得日渐虚弱。那婶婶还能不能回新加坡了？对不起，我没法带你去河岸公园，召回你的记忆。医生说你的身体太过虚弱，不适合舟车劳顿回新加坡。我想你一直念念不忘的地方，这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吧？很遗憾，我并没能活在你记忆中的世界里面，也没能成为你回忆世界里面的主角。但是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，在真实的生活里面，我可以一直陪在你的身边。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一直走到最后，这是我们的承诺。就算你一直都想不起来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。三嫂，坐。王老先生的病情怎么样了？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，只待日后慢慢休养康复。若夏答应会带我好好照顾他，所以我才放心过来了。只是小玉的病好像越来越严重。不但失去了记忆，现在好像连话都说不清了。令杰的死讯对他的打击太大了，他现在整个人都变得很抑郁，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画画，一直在画同一幅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有看到，虽然画得很乱，
但是我隐约能够看得出，他画的是新加坡的河岸公园。是令姐经常陪他画画的地方。那是他们俩感情最好的时候。你终于来了。你今天在画什么？我在画。这是在新加坡的河岸公园吗？哦，你什么时候再带我去画画？我们可以再去野餐，等到日落的时候，拍摄黄昏的美景。好，等你精神好一点了，我就带你去。好，那我们拉钩约定。谢谢你，林姐。一提到河岸公园，小玉竟然把我想成了灵姐。玫瑰小姐，顾老板的司机到了，在楼下等你。你请他稍等一下吧，我在找我的护照。你约了顾老板，需要带护照的吗？我要找护照，说不定用得上。顾老板他在哪里？他在故事影城等你。他要我去片场干什么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那你有没有听说他最近订机票，打算离开香港的事情？有。之前我听他说想出国。坐。这是我亲自为你改的剧本。我觉得你应该把当下的情绪投入到角色之中，就用你此时此刻的感受去演。导演那边，我已经跟他打好招呼了，他会好好的排通告，不会让你有太大的压力。你让司机接我来，就是要我回片场拍戏。我不想看你再自暴自弃下去了。每天用酒精来麻痹自己，你是时候该振作起来，重振自己的事业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我想你带我远走高飞。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只是希望你振作。来看镜头，3、2、1，开始。1个星期以后来取照片。
啊，玫瑰小姐，你能帮我签个名吗？我还以为你不看电影，不认识我。自从你当年得过亚洲影后，哎，全香港有谁不认识你啊？我老了，我累了，我不想演戏了，我不想当明星了。哎呀，年纪越大呀，经历越多。这句话之前不是你说的吗？当年是你妈拉着你来这里拍沙龙照，那时候说是你要选美，又说要你去拍电影。你呢，就是和她作对，嚷着不要当明星。哪知道，你往那镜头跟前一站的时候啊，哎呀，马上就兴奋了，流露出从心底里发出的微笑。从那时候啊，我就知道，你呀是天生的好演员。所以这幅沙龙照我就一直放在我的照相馆里面，期待日后你会大红大紫，证明我的眼光没错。没想到你记得那么清楚。我开影楼几十年了，每个客人呢，都有着不同的故事，我全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其实啊，我一直在关注你。虽然你的人生经历了很多波折，不幸的婚姻，母亲遇害，这些打击啊，你不要把它当成苦难，而是要把它当成演戏的资本。将来在拍电影的时候啊，充分发挥。我依然相信，你呀是属于电影的世界的。记住，只要不忘初衷，你一定可以在镜头的世界里找到属于你的成就与快乐。一会儿啊，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拍过去，所以道具要摆放好啊。嗯，好。哎，玫瑰小姐，乔导演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就位了。这阵子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，真的很抱歉。我相信以后我会用心拍好《日与夜》这部电影，还希望大家多多帮忙。好，来，大家准备开工，道具，拿酒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戒酒了，葡萄汁就可以了。好。那我就死！我让你一辈子的良心都不好过，我死给你看！就去死好了！你现在所做的一切，不是为我着想，而是为你自己打算。妈，我想念书，你逼我去选美当明星。我想跟男朋友谈恋爱，你帮打鸳鸯。到后来我喜欢拍戏了，你就逼我嫁人。现在我丈夫虐待我，你还帮他说话。你不要用死来威胁我。像你这么自私的人，才不舍得去死。准备，开始。爸爸，爸爸，你说过，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。为什么你要走得这么早？我还来不及对你说我爱你，还来不及孝顺你。不过，你不用替我担心。
没有影响你看戏吧？刚看完了。对不起，之前没有体谅你的心情，说的话有些过分。我不该阻止你去新加坡，更没有资格批评你。其实你说的话没错，我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身为老板，我是应该自我检讨的。这些年来，你为故事尽心尽力，辛苦了。想当年，我答应加入故事，就是想支持你的梦想，所以我一再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。不过这一次，我确实输给了你。你的坚持是对的，玫瑰她回来了。这画就等于我的未来。我希望把最美的记下来。有时候，可以选择要留住的记忆，也算是另一种幸福。你有很多回忆想忘记吗？每个人都会有些不愉快的过去想抹掉。那我呢？我的过去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吗？我常常感到疑惑，为什么我会不记得自己的丈夫呢？是不是我们的婚姻曾经发生？你的丈夫曾经和一个女明星传出绯闻，有过一段暧昧不清的关系。他伤了你的心，让你对他失去信心。虽然你们分开，我也有责任。可是当所有是非告一段落后，他依然故我。他没有回到你身边照顾你，就连你生病他也不知道。所以你不用责怪自己，他不值得留在你的记忆中。忘了他，可能你会更加快乐。不过，你不用替我担心，因为我知道你会在天上看护着我。因为这悲惨的人生，让我变得更加坚强，让我想要活得更好。我也不会孤单，因为我相信你已经化为一颗星星，在天上永远守护着我。太好了，玫瑰一定可以再获影后的。他终于醒过来了。今天生日早，是啊，听说爱情玫瑰吃啊，吃吗？待会儿吃。导演都已经收工了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明天有场重头戏，我想在熟读剧本，投入一下。你这段时间演的戏，演得非常好，演技又进步了。因为我不是在演戏啊，我是在做我自己。我觉得现实中的人才最虚伪。这段日子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我一直把电影和现实颠倒了。为了保持形象，为了讨好所有人，我在现实都在演戏。我在现实都在演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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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了
怕被人看清真实的自己，怕被人发现，原来我很脆弱，真真假假，我都分不清楚哪一个是真实的自己了。可是我是喜欢演戏的，因为演戏是我这辈子最会做的事情。我这个人嘛，什么都做不好。我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不是一个好女儿，不是一个好女人。所以我就想，我安安分分的演戏吧，因为这才是我最会做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今天回来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想要重新站在水银灯底下，赢得所有人的赞赏，重新找回我自己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你现在只要做一个开心的自己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很多人都应该谢谢你，因为你创造了梦工厂，你把虚假变成真，把梦幻变为现实，把渴望的带到眼前。把虚假变成真，把梦幻变成现实，把渴望的带到眼前。什么？玫瑰刚回来，日与夜还没杀青，又要马上关机停产？不单是日与夜，我是要暂停所有的制作，把所有的摄影棚都打通，动用影城所有的人力物力。我要把碧玉失去的记忆重建起来。不可能，这种想法太疯狂了。你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吗？他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啊！我们这个梦工厂，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我们可以把一个摄影棚变成大观园，为什么不能把影城变成新加坡的河岸公园呢？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河岸公园搬过来。妍梅啊，根据王晶的照片呢，新加坡河岸公园几乎可以在咱们影城重现了。现在已经差不多快完工了。妍梅，你还记得当初跟小玉初次见面的地方吗？你没事吧？是在一家洋服店。错，你看看这张照片。我今天帮若夏整理河岸公园的照片时发现的。小玉，拍的不好，再来一张吧。后来我发现她总是往旁边看，但当时我也没太在意。小玉，现在看见这些照片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有你。你还有印象吗？我记得那个时候有2个小孩子，不小心把脚踏车弄倒了。
小玉啊，拍的不好，再来一张吧。事实上，你早就在小玉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失忆之后，一直念念不忘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。我就知道她没有忘记我。人生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是未来的梦想，还是过去的回忆？我想，应该是活着所拥有的，属于我们的电影。小玉，你永远都是我生命中的女主角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约定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牵着你的手，慢慢到老，走到最后。无论贫穷或富贵，生病或老死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同老，不舍，不离，不弃。下个月，我就已经离开故事了，不再是你的左右手了。啊，差点忘了。到时候，你就变成我的对手了。我想你不会介意吧？我当然不会介意，只是有点不习惯。我相信，顾军已经有能力取代我，来继续帮助你。但不如你知我心。是啊。我知你心，但却不能同心。其实我们都爱电影，只是理念不同。在我看来，电影不只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门生意，一定要计算好收支平衡。在我看来，电影仍然是一个梦。在当今社会，确实需要像你这样有梦想、坚持梦想的人。如果都像我这样只看重市场和利益，电影便不会进步，更不会有触动人心的电影了。但是光有梦想也是不行的，要有足够的资金，才能拍出好的电影。所以，我们的主张各有可取，不分对错。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你可以继续在电影界大展拳脚，这是观众的福气。那我以后要在电影圈跟你竞争喽？我倒是有个想法，只竞争，不斗争，好吗？我依然需要一个老朋友，常常陪我看看电影。好。玫瑰姐，你真的不介意演母亲的角色？我当然不介意啊。你以为我还适合演黄花闺女的角色啊？更何况，这部新片的名字叫做《可怜天下慈母心》，我演母亲这个角色，就是女主角。我想要挑战自己的演技，给观众惊喜。那说不定玫瑰姐你又可以再当影后，把事业推上另一个高峰。玫瑰，怎么样？对这造型还满意吗？
我很满意啊，不过导演，我担心衣服的颜色会不会太暗了，上镜会不好看啊。好，我们再商量商量。这些花是送给谁的？哼，当然是你的，不过不是我送的。是顾老板送的吗？没错。他呀，还有一个好消息叫我告诉你，我们拍的电影《日与夜》入围了法国的电影节。这花呀，是老板送来祝贺你的。谢谢你送的花。听说你搭建了新加坡河岸公园，为了我太太找回我们以前的记忆。你太太已经不记得你了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曾经深爱的女人跟我很相似吗？为什么你就不可以接受我？我很感激你对我的情谊，但是我不能接受。我承认，我对你是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但那不是爱，是疼惜。我欣赏你的才华，佩服你的坚强，也同情你的经历。有件事情，我希望你真诚地告诉我，你有没有爱过我？我明白了。谢谢你还记得我。原来我们早就在彼此的生命中出现过，种下了爱情的种子。我相信这就是天注定的缘分。你说对吗？小月，我想你一定很想去新加坡的河岸公园，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。我带你去看看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你没骗我？好了，老婆，送给你。老公，谢谢。老婆，你看，有彩虹啊。后来，世人口中的我是影坛巨人。他们说我缔造了电影王国，开创了黄金时代，说我的一生就是一部华人电影史。功名声望终会如浮云散去，我所求的不过是
对得起观众，守住自己的梦和身边的爱人。要说我此生另一件自觉值得的事情，是有能力不遗余力地多帮助一些人。这也是小玉的心愿。我想让她看到一个病有所医、学有所教、难有所助的美好明天。我相信这一天很快会到来，那将是最好的时代。你说